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台湾的美债以及债券 ETF 在10月份的配息懒人包，其中有一档季配息的公司债券 ETF， 它的单次配息殖利率更是高达了 1.8% 哦。好，一样我们先来看联准会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先看美国的通膨，也就是 Core PCE。那 Core PCE 在9月27号公布了最新的数值，是来到了 2.7%。那 2.7% 相对于前值的 2.6% 来看的话呢，它是上涨了 0.1%。这个上涨的 0.1% 是在联准会在9月份开始降息 0.5% 之后呢，这个 Core PCE 的数字竟然开始反弹了。那这个反弹之后呢，联准会的官员他们对他们之前的利率的决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是说呢，他们有没有开始发生后悔的情绪呢？那我们就来看3位联准会官员他们在最近1周的一个公开讲话。那其中有2位联准会官员呢，他是常任的理事员，就是中间的这2位。那有一位联准会的官员，他是2025年才会有利率投票权，但是呢，因为他是明年会有利率投票权嘛，那我们现在距离明年也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发言也是非常的具有影响力的，所以呢，我也将他的发言呢纳入其中。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看第一位。那第一位这位联准会的官员呢，他叫做托马斯巴尔金。他在那一次公开讲话当中就表示，我们肯定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呢，他不会宣布呢，他现在就已经胜利了。他们所说的胜利就是已经把通膨给压下来，然后呢，就业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软着陆的这种状况哦。那他也表示说呢，我不希望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模糊了我们已经在对抗通膨方面取得的实质进展。他这个意思就表示说呢，虽然现在通膨已经反弹了，但是呢，他无法抹灭过去联准会官员在这2年的一个压制通膨的实质进展。那另外一位官员叫做奥斯顿古斯比，他是2025年才具有利率投票权的一个官员。那他的讲话的话呢就比较长，他表示呢，尽管9月份的美国的就业报告非常的强劲，但是呢，他认为现在的经济还是没有到那种非常过热的那一种迹象。他认为呢，劳动力市场呢也是一样慢慢的降温到符合充分就业的一个状况。那他所说的9月份的就业报告呢，其实就是在讲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在10月4号的时候呢公布出来的数值。那时候公布出来的数值是来到了25万4千人，跟预测值14万4千来看的话，其实是多增加了10万多人哦。那失业率的话呢也是一样，失业率在10月10号公布出来，它的公布值是 4.1%， 跟前值 4.2% 来看的话呢，它也是下降了 0.1%。所以刚刚这位官员他所讲到的美国的就业数据是非常优异的这件事情，就是在指这2个数据哦。那他同时还指出，通膨已经降到了接近联准会的 2% 的目标，虽然还是要留意未来是否还是会因为强劲的需求而导致通膨升温，但是呢，其实现在已经有明显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态度呢，其实就跟刚刚托马斯巴尔金所讲的，虽然呢现在通膨好像有开始反弹了，但是呢，我们联准会官员过去这样压制通膨的成就还是有存在的。那这位官员呢也表示说呢，目前中性利率的水平应该已经比联准会大部分人所预期的中性的利率水平还要高。那中性利率水平就是不会让经济过于热，也不会压抑经济的一个利率的水平。他认为这个中性的水平应该已经上升了。那这个态度呢，其实也就表明说，他觉得利率应该不会调降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中性水平上升了嘛。如果利率调降到非常低的话呢，那就会过度刺激经济。所以呢，他表示说呢，现在呢不需要再大幅的去调整利率，政策呢应该要保持稳定，以免打乱现在经济的一个状况。他觉得现在经济的状况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不会太过于压抑，也不会太过于热络的一个状况。那他最后呢还提醒大家说呢，我们不能只看一次的数据或者是几个月的数据就断定通膨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那他认为呢，应该要更看重长期的经济走势。所以呢，这位官员呢，他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而且呢，他认为呢，利率呢不应该要大幅的去进行调整。那最后一位官员叫做克里斯多夫沃勒，他表示呢，现在就业市场稳定，然后呢失业率下降，而且呢前几个月的一个就业增长的数据都有上修的一个状况，而且最近公布出来的通膨数据呢又高于预期。他觉得这些事情让人非常的失望。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
对，他说是非常的失望啊，因为呢，他希望这个美国的经济呢是有开始明显的一个放缓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的话呢，才会代表说他们开始降息的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但是呢，现在美国的经济竟然还保持得非常的不错，而且呢，过去的那些经济数据呢，竟然重新修正，而且修正之后的数值呢是更好的，也就表示说呢，其实经济啊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这种状况就使得这位官员担心啊，经济可能没有像预期般啊开始放缓。那他就表示说，如果通膨呢意外开始加剧，也就是呢通膨又开始持续的上升，那降息啊是可能会暂停的。那同时呢，如果通膨呢快速的下降，或者是劳动力市场快速的恶化的话呢，那降息的步伐啦也是会加速的。那这位官员的话呢，他是属于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觉得经济如果比预期还要好的话呢，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认为如果经济真的是非常的好的话，那利率呢可能要停止下降。好，那综合上面这3位官员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普遍认为啊，利率不应该大幅的去进行调整，应该要小幅的去进行调整。那他们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呢，我们就马上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对现在美国利率的一个预期。首先呢，2024年11月7号，现在呢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应该还会再降息1码，也就是 0.25%， 会降到 4.5% 到 4.75%。那到2024年的12月18号，也就是年底的时候呢，还是一样，还会再降息1码，也就是会来到 4.25% 到 4.5%。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联准会官员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我们没有要大幅的降息哦，我们应该会慢慢的降息。这个态度呢，马上就传达到了市场上。那市场上的投资人就认为，这样子的话，联准会官员应该会在今年剩下的2次 FOMC 会议都只会降息 0.25%。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台湾就买得到的美债以及债券 ETF 在10月份的除息表。那我们先介绍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那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分别有金融债券 ETF， 还有电信债、科技债以及电能债，都包含在这个表格当中。他们的股票代号以及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边。那股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股价普遍都是落在30块钱到50块钱之间。那资产规模来看的话呢，最大的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1049亿台币。那另外一档则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则是来到了963亿。那我们常常听到的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那这档 ETF 呢，它现在的资产规模则是来到了699亿台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受益人数。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那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129176人。那第二多的则是 00772B 的群益投资级电信债，它来到了20513人。那内扣费用的话呢，则是2023年全年度的内扣费用，那最低的有4档，分别是 00724B 还有00773B 以及 00722B 还有 00723B。 那这4档 ETF 他们的内扣费用都是 0.29%。 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 5.6%。那除息频率来看的话呢，这几档 ETF 当中呢，只有2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分别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以及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那其他的 ETF 呢，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10月份单次的配息殖利率。那最高的是 00788B 的元大10年 IG 电能债，那它的10月份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4%。那第二名的话呢，总共有4个，分别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以及 00842B 的台新美元银行债，还有 00722B 的群益投资级电信债，以及 00723B 的群益投资级科技债。那这4档 ETF 呢，它的一个10月份的配息殖利率都是 1.3% 哦。那近世纪累积殖利率最高的也是 00788B 的元大10年 IG 电能债，那它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是来到了 5.6%。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填息天数，那填息天数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90B 的复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 那它平均填息天数大概是7到8天就可以填息完成咯。那存续期间以及收益平准金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如果你想要赚债券的价差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存续期间比较长的一个债券 ETF。那如果呢你是想要让你的配息比较稳定，那你可以选择有收益平准金机制的 ETF。好，那他们的保管银行以及除息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前去参考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在10月份的一个除息懒人包。那总共呢有5档的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有在10月份进行除息。好，那他们的股票代号以及基金名称以及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股价的部分也是一样，都是落在30块钱到50块钱之间。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1265亿台币。那受益人数的话呢，它也是最多的，是来到了67454人。那内扣费用的话呢，则是 00746B 的富邦 A 级公司债 ETF， 那它的内扣费用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最低的。那平均票息率来看的话，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746B 以及 00789B 这2档 ETF， 它们都是 4.9%。那除息频率的话，有2档 ETF 是属于月配息的，分别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以及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都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其他 ETF 则是属于季配息的。那在10月份的配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82B 的国泰 A 级公用债 ETF， 那它的10月份的殖利率呢是来到了 1.5%。那近4季的累积殖利率表现的话呢，最高的也是 00782B 的国泰 A 级公用债，它是来到了 5.1%。那填息天数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那它也是一样，过去这几次的填息平均是在8到9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咯。好，那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还有除息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按暂停，然后呢自己观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在10月份的除息。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是高评级，那这个的话呢则是投资级。那投资级的公司相对于高评级的公司来看，那它是会配发比较高的利息，但是呢它的违约风险也会比较高哦。好，那10月份呢总共有6档的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会进行除息，那还有4档的是非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 哦。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挂牌日期我也一样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则是10块钱到40块钱之间都有哦。好，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2282亿台币。那第2名的则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1523亿台币。那受益人数一样也是 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最多的，它是来到了322557人。那 00720B 则是第2名，它是来到了124753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有3档 ETF 它是没有内扣费用的，因为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没有全年度的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0.31%。那平均票息率的表现最优异的是 00945B 的凯基美国非头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8.1%。那第2名的则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头等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 7%。那以上这2档都是属于非头等债。那如果你要看投资级的公司债的话呢，那最高的就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票息率呢则是来到了 5.8%。那除息频率的话，总共有6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那4档 ETF 呢它是属于季配息的。那月配息的 ETF 呢，有几档 ETF 呢它是从季配息改变成月配息的。那几档 ETF 分别是富邦全球头等债以及中信ESG投资级债，还有富邦全球非头等债 ETF。那这几档 ETF 呢原本是属于季配息的，那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呢都改变成月配息的 ETF 咯。那累积4季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一样也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6% 的高殖利率哦。好，那填息天数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那它平均呢是7到8天就可以填息完成咯。好，那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还有他们的保管银行以及除息日期我也一样都放在下面这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按暂停前去观看哦。
好，那接后我们要介绍美国公债 ETF 在10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总共呢有5档美国公债 ETF 在10月份会进行除息。那这5档 ETF 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一样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股价的话呢是落在1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好，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来到了370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高的也是这一档 ETF， 它是来到了68698人。那内扣费用表现最优异的是 00694B 的富邦美债1到3年 ETF， 以及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们的内扣费用都是 0.19%。那平均票息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是来到了 4.5%。那除息频率的话呢，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频道的观众有人在询问，美国公债 ETF 到底有没有月配息的 ETF？ 答案就是没有的。好，美国公债 ETF 呢，它们全部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如果你想要买月配息的美国公债 ETF， 那你可以去选择 TLT 这一档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就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不过这档 ETF 呢，它是在美国挂牌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这档 ETF 的话呢，你就要去进行美股开户。那美股开户的教学呢，我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前去观看哦。那这家券商呢，它就是 IB 盈透证券，那它同时呢也是永丰金证券的合作券商，所以如果你是使用永丰金证券去购买副委托的话，那有很高的几率呢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去进行下单的哦。那如果你想要低成本的去进行全球化的投资，那这家券商你可以列入参考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10月份的配息殖利率。那配息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是来到了 1.1%。那近4季的累积殖利率也是这一档 ETF 最高，它是来到了 4.5%。那填息天数最优异的是 00696B 的富邦美债20年期的 ETF， 那它平均是6到7天就可以填息完成。那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还有除息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暂停观看哦。好，那关于以上的这些表格的资讯以及内容，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呢，你可以订阅本频道，然后呢在下方免费的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分析报告，像是联准会的一个动态以及降息的趋势，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你可以直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只要我有更新，我都会用电子报第一时间寄给你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那最近呢，其实有人跟我讲说，该不该去买中概股？因为最近呢，中国的股票啊逆势上涨啊，大涨了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不论中国的股市在过去或者是未来1-2个月可能会暴涨或者是暴跌，其实呢，我都不会去在意。因为呢，中国的股市啊，更像是一种赌博，而不是投资。赌博跟投资的差别在于，投资的话呢，你可以判断说这家公司或者是这个企业，他们未来的一个趋势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如果这个企业越来越好，可以判断的话呢，那我们就值得去投资。但是如果你去投资中国的股市的话呢，它不太像叫做投资，它叫做赌博，因为你是赌中国的政府他们的一个政策的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中国的补教业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政策，有可能是现在是 A， 然后呢马上就反转成 B 了，而且呢是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所以如果你要去投资中国的股市的话，那我是建议大家就当作是去赌博的心态去用，不要当作是投资，因为你当作是投资的话呢，你应该会面临蛮大的挫折哦。好，那当然了，如果你不要投资的话呢，还是不要碰会更好啦。